本期话题：长城背后的经济账。如果中国人票选一个中国的名片，我想毫无疑问大家会把票投给万里长城。虽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修筑过类似的高墙建筑，但都没有我们中国绵延上万里的万里长城如此壮观。咱们从小也都听过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知道修建长城是件劳民伤财、消耗人力物力相当大的工程。可是既然是这个结论，那么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难道他们不知道吗？你看，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清朝，基本所有朝代都修过长城，尤其是秦朝跟明朝更是动用全国力量去修筑。为什么有雄才大略的帝王都做出了同一选择呢？只是因为长城能在军事上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吗？不是。修建长城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经济账可以算。今天咱们就给大伙分析分析，看看历代皇帝是怎么精算长城这笔经济账的。其实修长城，有人只关注了它的军事作用，其实修长城比打仗更省钱。你看，自古以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原地区就经常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从战国时候开始，各诸侯国就在汴京修长城来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但是匈奴的威胁一直没停下来过，一直到秦始皇为了消除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命令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前去讨伐。这一路势如破竹，一举拿下了河套地区，把匈奴打的逃窜到大漠深处，不敢来犯，这才算维持了边疆的安定。但是得胜后的秦军没有乘胜追击把匈奴全部消灭，而是转攻为守，30万大军被派往各地去修长城。后来因为工程进展太慢秦始皇又征集了70万民众北上援助。孟姜女万喜良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过程，搞得百姓怨声载道。结果也弄得这个后来很多的这些名士都在批评秦始皇，说你修长城有什么用，这是个愚蠢的决定，不明智的选择。其实这个是没有站在一个国家预算决算的高度来看待秦始皇算的这笔精明账。你看，咱们现在给大伙算笔账首先咱们看当时秦朝大部分是步兵，要远赴漠北跟匈奴作战那就需要训练大量的骑兵，还需要大量的马匹，这可是一笔大开销。打仗打什么呢？其实就打钱呢。再一个，打仗的时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蒙恬的军队每天在大漠中推进一步，就会加重粮草的消耗。深入漠北，秦军将士的补给是最大的问题。远距离的战略物资运送消耗是非常大的，因为运粮的人在这一路上自己也得吃饭自己也得消耗。史记当中就有记载说，从中原地区你要运送1担粮食抵达北方前线，路上的消耗的粮食就要达到192担，192倍，1比192。你想想打一场仗，这运费得花多少？光运送粮食这一项开支就消耗这么大，你再加上打仗的武器和装备还没等打完仗，可能就被高额的军费开支给压垮了。这是对秦朝经济最严重的拖累。可要是修建长城消耗的钱不过是一场战争的1/10。说这1/10怎么来的？你看有人算过这么笔账，说你征集5万劳工，用2个月时间修长城，耗银大概是100万两。如果派8万大军征讨入侵者，每年粮草运费折合银两，总计耗费将近1000万两。所以修长城比打仗可以说只相当于打仗军费开支的1/10。那么我们再来看我们的敌人，这个是针对敌人的情况秦始皇算的账。这匈奴作为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他的作战成本很低，因为他既是放牧者也是战士，他随意切换角色。闲着的时候人就是放牧者，打仗的时候上了马就是战士，他可以一边放牧一边跟你打仗，满沙漠跑，啥时候不耽误。所以人家的后勤保障比较靠谱，就地取材。你农耕民族不可能满沙漠种地但是长城的修筑就完美的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你游牧民族要想南下进中原抢东西，你就必须得跟守卫长城的秦军作战。原来流动的战场就变成了固定的战场，原来是我追着你跑到处找你，现在变成你必须得到这找我来，就等于在我的主场作战。这样匈奴骑兵就很难发挥在草原作战的优势作用。而防守的汉军部队却可以从附近的农田当中获得粮食，以长城为据点，这样进攻的游牧民族远离了放牧的草场。
防守的咱们这个农耕民族呢，却可以守家在地的主场作战。所以长城一线呢，很多都是依靠天险修建，你往上爬都费劲。这么重要的道路上呢，还有修建了很多关隘，那么都有烽火台传递情报，步兵呢只需要守住防线就行了。所以说，依托长城打防御战，就不用训练太多的骑兵队伍，这样训练成本降低了，又有了固定根据地，士兵不打仗的时候还可以种地，后勤的负担也小多了。所以修建长城从最直观的作战成本上，就为统治者省下不少钱，而且它还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边境线。虽然花费巨大呢，但跟深入大漠持久打仗相对比较，这绝对是划算的买卖，不是赔本的买卖。所以这是我们说第一个，修长城比打仗省钱。这个第二笔经济账呢，再看长城的存在本身呢，它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啥呢？你修完长城，大量的军队呢就要向长城沿线驻扎，这些军队的补给就是一个很关键问题。因为需求量大，所以从秦朝开始呢，就有移民戍边的政策，一部分内地人呢移民到边疆支持生产建设，那这部分呢也被称作是民屯，就民间来的屯田。但是这个远远不能满足庞大军队的需求，所以还需要其他渠道支持。其他主要是两个渠道，一个是咱们前面说的军队自己种地解决一部分，这叫军屯；另外靠商人补给的部分呢叫商屯。咱们先说军屯。历史上有人说曹操是军屯第一人，但其实最早建立军屯制度的不是曹操，比他早。这得说是汉宣帝时期的一员大将，叫赵充国。这个赵充国呢，他基本没打过什么漂亮仗，但却依靠屯田呢，功成名就，名垂千古。这是说汉武帝时期夺取河西走廊之后呢，把匈奴打跑了，边疆人民是过上安定日子。可是到了汉宣帝时期呢，另一个强大起来的羌族动不动就骚扰边疆居民，抢钱抢粮抢女人。汉宣帝对这个事儿非常头疼，但很可惜呢，当时的汉朝里边已经无人可用了，只能派76岁的高龄的赵充国领兵出战。赵充国这时候76，开始打仗呢，他由于汉朝当时的这个兵力还挺强盛，打仗挺顺利，一路告捷，前方战事顺风顺水。这时候呢，后方出问题了，就是汉宣帝朝廷里头的文臣爱操心，天天在皇帝身边唠叨，说这个长期打仗咱这国库空虚，消耗太大呀，万一粮草跟不上，咱再输给羌族人，那不就丢人了吗？说得敦促赵充国速战速决，赶紧出兵。汉宣帝耳根子一软，马上派人催赵充国速战速决。但赵充国知道自己跟对方状况，就人家羌族人在沙漠里跑来跑去，你追着他，你消耗太大，咱也没那么多的这个粮草可供消耗，所以他赶紧呢连着写3封奏折，加急的给皇上说，皇上你不用担心，首先咱这边粮草问题，你怕打时间仗长了咱粮草跟不上，我这边的荒地我都让人仔细丈量过，得有2000顷以上，完全可以屯田坚守。我让我下边这些兵种田，而且我呢又修建了防御工事，绝对能够挡住羌族人的骑兵进攻。所以我这边呢，大部分骑兵我都让他回家了，就留下大概步兵1万人驻扎在要害之处，咱这军费开支没那么高，而且省下的粮食呢，咱在这儿呢慢慢跟羌族人消耗，耗死他们，朝廷不用再给我送军粮了。再一个，在之前的战斗当中呢，我已经把敌人消灭的就剩下大概有7-8千精兵了。现在这7-8千精兵呢，他们被我打的呢，粮食补给也出现问题，饿得嗷嗷直叫，饿死冻死的不在少数。羌族人这灭亡时间都能按天算。你看咱们大汉的边境线，从敦煌开始到辽东，总共11000多里，每个关隘不过1000多人。羌族人多次集中进攻都没能破关，说明他们的实力已经远不如过去了。咱们现在呢，不用率军出战，就以逸待劳，不用跟他打，就干消耗他就能把他消耗死。因为他过去呢，冲过来抢钱抢粮食，现在抢不着了，他补给出问题了，慢慢等着他灭亡都行。他呢还怕皇帝不了解情况，这个赵充国又从12个方面分析了屯田坚守和出兵的利弊，把这账都算到骨头里了。汉宣帝一看服了，原来持反对意见的文臣也改变态度，支持赵充国屯田坚守。后来赵充国果然不费一兵一卒，大胜羌族。那么这个同时呢，中原的耕作技术通过这种军屯方式流传到边疆，西北开始呢，大量的农业生产就变得越来越富了。
游牧民族他学会了耕作技术呢，能稳稳当当靠种地吃饱饭，他就不用去抢其他民族的粮食，这战争呢就减少了。所以这项政策呢，不仅满足了军队需求，而且还让边疆的情势呢越来越稳定。后来这种方式也成为维护边疆和平的一种方式。所说打仗呢，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终极办法，有更好的方式，咱们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这军屯带来了粮食操作技术，同时呢又促进了边疆在这一线的需求，推动经济发展。那么比军屯影响更大、作用更广的是商屯。商屯呢，甚至能够反过来带动内地经济。就是军屯种粮的呢，也是部队的一部分，产出粮食也只能解决一部分。尤其你看明朝时候，长城有5000多公里，军队数量庞大，需要的粮食也就多。军屯收成不好的时候呢，就必须从外界采购一部分。但政府自己采购粮食，你说在运到边疆这么长的距离，又需要建立兵站，雇人力还要花钱，管理上也复杂，还容易滋生腐败现象。所以明朝刚刚建国的时候国力比较弱。朱元璋的亲信杨宪就提出另一种方式，商屯，也叫盐屯。为什么商屯也叫盐屯呢？你听我说这个制度开始被称作叫开中制，就是动员民间力量，鼓励民间私人运粮到边疆交给军库。说那国家付钱吗？不是，国家当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就是私人运粮到边疆交给部队了，然后呢你领取一张呢跟交纳粮食等价值的取盐凭证，然后你拿着这个凭证呢，到官府控制的产盐区呢，领取相应数量的盐，而且准许你贩卖。咱们都知道，过去盐是国家专卖的，私人是不能贩卖盐，要么贩卖私盐是死罪。那么呢，你这个商人把军粮运过去，然后你领到跟着粮食等价值的取盐的票，然后到产盐区呢，你把这盐取出来，然后就允许你私下买卖。这个卖私盐是很赚钱的。所以这等于其实呢，是给商人更多的商业权利，然后让他通过这个赚取差价，他挣了钱了，就直接贴补了国家的军费，等于是双赢。所以为了赚大钱，挨着长城一带的最主要山西商人发挥了聪明才智，在运粮过程当中呢，山西商人也变得见多识广，视野开阔，信息灵敏。在长途的运输和经商路上呢，他不仅是运粮和贩盐，他还发现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跟商业机会。你比方说，南方的粮食我拉到山西卖，然后把这粮食呢再买来运到北京，利用各地粮食的差价呢转运倒卖获利，顺手呢再把江南的棉布苏杭的丝绸都运到北方地区跟少数民族地区，把福建的茶叶呢也卖到这一带，这利润很丰厚。然后再从边境呢跟少数民族买马匹买药材买一些皮毛再运回内地，来回都不空手，几趟都挣钱。所以这些由商屯壮大起来的商人经营项目就越来越多，卖盐、卖米、卖铁器、卖丝绸、卖瓜果，包括金融典当、票号、牛马牲畜、香料草料，应有尽有。这就形成了种类繁多的各色商业区域。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一点一点的会做买卖的山西人、安徽人就发展起来了。这就是我们说的晋商和徽商壮大的一个重要理由。他一边给军队的运送补给，赚卖盐的钱，一边呢又做盐途的生意，促进国内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再带上其他东西呢，跟外族人做生意又能赚一笔。所以离边境最近的山西商人当时抓住这个机会，越来越多的山西人开始走西口。所以晋商的发展是离不开长城军屯商屯政策的这种变化。所以你看，长城的修建带动了一系列经济活动，它对边疆和内地的经济刺激作用都很明显，可以说这个影响极为深远。还有第三笔经济账值得算的，就是真正要是对外对抗的时候，长城可以打贸易战，可以打经济封锁。就长城最初修建目的呢，其实是阻挡外敌入侵，后来发生经济作用的属于衍生品。但是随着内地人口涌向边关呢，经济越来越发达，有些少数民族呢也不愿意再在草原上颠沛流离，也沿着长城定居下来，慢慢沿着长城一带重要的关隘就成为经济中心。汉族人跟少数民族人呢在这儿呢交易，称为互市，就大家互惠互利。我给你粮食布匹生活用品，你给我药材马匹，大家和平共处，互不侵犯，都有利润可赚。但长城本身的阻隔作用呢没有因此消失。
如果你少数民族不懂规则，打破这种和谐，那么这个经济窗口就会关闭，就我对你就会实行经济封锁，因为你越跟汉族往来，你越依赖汉族的文明，依赖汉族的这些东西，你形成依赖之后，我再把这大门一关，我再对你进行封锁，那少数民族就吃不消了。这招在战争当中起到很大作用。你看明朝后期，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大败之后呢，明朝就对努尔哈赤的后金实施了非常严格的关隘封锁，禁止任何人跟后金做生意，违令者立斩不赦。本来后金所在的东北地区就闹了严重天灾，很多牲畜冻死了，粮食也出现危机。这边明朝有经济封锁，把皇太极都给饿够呛，而那边朝鲜呢，跟着明朝一起呢，对皇太极进行经济封锁。皇太极也急眼了，挑软柿子捏，跑到朝鲜半岛去打劫去，抢点粮食。这历史上管这个呢叫丁卯弩乱，那是丁卯年的事儿。但这也不够维持多久啊，所以皇太极没办法，在今天的辽宁锦州和兴城一带呢，发动了宁锦之战，跟袁崇焕对战。但袁崇焕很会打仗，皇太极根本就攻不下来。如果长城封锁这个时间能再长一点，恐怕这历史就要改写了，就没有大清的事儿了。那最后怎么解的围呢？眼瞅着后金这个部队就要断粮了，这个时候又是晋商，一批为了高额利润不怕死的山西商人，带着粮食、衣物、枪械和火药，甚至还有最新版本的明朝边防地图，带这些东西卖给了皇太极，这等于救了皇太极的命，也加速了大清的灭亡。所以没有这晋商可能清朝历史就会改写。后来呢，清军入关之后呢，得了天下。当年呢，山西商人帮助皇太极卖货给皇太极的最有名的八家商人，被称为八大皇商，就大清认可你了。所以咱们有的时候说历史是如何改写的，你要注意这个细节。就没有晋商可能皇太极那时候就被大明的经济封锁给干完蛋了。所以这段历史咱们在史书里不应该忽略。你看今天咱们讲了长城背后的经济效益，就它既保证了农业经济文化跟畜牧业经济文化的正常交往和发展，又成为两种文明交流和互相补充提供了场所，起到调节两种经济作用，而且还能利用这种经济作用呢，影响战争发展。所以长城不单纯是起军事作用，更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用，而且它对汉族跟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经济的融合作用，它更是非常深远。所以长城算的不是军事账，而是一笔精明的经济账。本期话题：被玩坏了的禅让制。说起禅让制，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自带光环的，尤其是和世袭制一对比，更显得伟大。禅让制呢，相传起源于遥远的武帝时期。当时尧是黄帝部落的首领，尧的儿子丹朱这个很不怎么样，素有恶名。尧不愿死后呢，把部落首领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于是呢，族人向尧推荐了德才兼备的舜。后来尧将这个首领位置禅让给舜，而舜也不负众望，成为一代先君。由于禅让的方式是和平民主的推选，它不是个人权利的转移，反映了原始部落的民主制度这种存在方式，而被后人呢广泛传颂。那么践行禅让的尧和舜呢，也成了贤君的代名词。不过由于禅让制呢和人性中自私的本性相悖，到了大禹一代呢，禹并没有把首领位置禅让出来，而是传给自己的儿子启。由启呢开创了夏朝，自此中国历史呢从禅让制过渡到世袭制时代。那么这些呢，咱们实事求是说，存不存在呢？没有确切的史料证明尧舜禹时期这个禅让制，甚至尧舜禹本人存不存在，这都难说。因为这没有明确历史记载，都是根据传说。中国历史呢，在学术界能够得到明确确认的呢，应该说商朝确实有，夏朝有没有都难说。所以我们经常说中国5000年文明，这话是扯淡。有史可考的也不过就是3000年左右。咱们跟两河流域的文明和埃及文明比呢，咱没有人时间长。在4大文明古国里呢，中国也是排在后边。当然中华文明到现在还活着，那可比那3大文明要强太多了。所以这个禅让制呢，年代非常久远，距今至少4000年，它是否真正存在过，也有人怀疑。而且仔细推敲下来呢，很多人都认为禅让制其中是有猫腻的，而这一点呢，古人早就看穿了。
因此在之后几千年的华夏历史当中啊，禅让制在大禹开启世袭制度之后啊，居然几次又复活了。这个复活可不是禅让制的本意了，它成了权力斗争当中经常被使用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禅让制被精美包装，一包装之后也被彻底玩坏了。咱们今天老梁同史就给大伙说说被玩坏了的禅让制是什么样。那么即使在远古的部落联盟时代真的存在过禅让制，恐怕也不是像我们现在想象那样民主表决、选贤举能、温良恭俭让，它是各个部落权力角逐的一个结果。战争政变可能是它主要形式。说到底呢，禅让制就是权力争夺、权力过度的精美包装。在后代呢，它更是成为谋朝篡位野心家的遮羞布。咱们先说禅让制的特点，首先应该是自愿的禅让，而不是被迫的禅让。在后世所谓的禅让当中呢，有很多皇帝他是被迫让位的。这样的禅让呢，虽然不是以血缘关系为依据来继承权力，但也不是当权者自愿让位，因此算不上真正的禅让。你比方说大伙都知道的啊，历史上很有名的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就在曹操死后，他的儿子曹丕就强迫汉献帝呢禅让了皇位。那曹操活着的时候，汉献帝是巴不得曹操早点死。在公元220年呢，曹操终于死了。汉献帝看到这个呢平常挟制自己来号令诸侯的丞相死了，刚开始幸灾乐祸，但汉献帝没高兴多久的时候，这些群臣呢就开始逼迫他把皇位禅让给曹操的大儿子曹丕。那么曹操死了呢，曹丕继承了曹操魏王的爵位。对曹丕而言呢，跟汉献帝摊牌篡位是迟早的事，只不过曹丕在考虑用什么样的方法。曹丕手下的臣子就纷纷劝进，说曹丕有大德，希望他能够顺天应人，进皇帝位。曹丕虽然做梦都想当皇帝，但是他可不想担当篡汉的骂名，因为大汉毕竟400年历史了，你说把汉朝江山正统的给篡过来，他担心这个天底人都骂他。于是那些所谓的汉臣们呢，就去逼汉献帝主动下诏禅让给曹丕。汉献帝当然也清楚汉朝气数已尽，自己这皇帝呢干着也没意思，本来就傀儡，也算干到头了。如果自个儿不配合群臣，不配合曹丕下诏禅位，那恐怕自己离死也不远了。汉献帝也没招，只好下诏禅位给曹丕，还得苦苦的恳请哀求曹丕去仿效舜和禹登上皇帝的宝座。但曹丕却说呢，说我听了皇上给我下这诏啊，吓得我五内震惊，浑身发抖啊！我宁可跳东海自杀，也不敢接受这诏书。你看，他这还做上戏了。但朝中文武大臣呢，心领神会，一边继续上书逼汉献帝禅位，一边那边都建造起了寿禅台，就连仪式这工程都开始建了。汉献帝也知道曹丕在装模作样，没办法，只好配合他，连续3次下诏，哭着喊着求曹丕3次，求他接受大汉江山。最终呢，曹丕答应了。曹丕要夺汉献帝祖宗传下来的皇帝宝座，还非得逼着汉献帝3让而后收，他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并非篡臣逆子，而是呢效仿古代先贤，我这江山不是抢来的，是汉献帝真心实意让我做的。那既然这些该做的表面文章都做完了，那就该正式禅位了。虽然在禅位大典背后充满着肮脏斗争，但表面看起来这个和谐呀。曹丕在寿禅大典顺利结束之后呢，很感叹地说：“舜禹之事，知之矣。”意思我终于明白上古这个舜禹接受禅让是怎么回事了。这不就典型得了便宜卖乖吗？逼人退位还要拿禅让的名头做自己的遮羞布。当然，汉献帝呢如此配合曹丕演了3让后受的戏码之后呢，曹丕也兑现承诺，封汉献帝为山阳公。汉献帝呢被迫把皇位禅让给曹丕，但这时候曹丕呢也不能撕破脸要汉献帝命，他必须得保住这假象。他一得皇位就杀汉献帝，那只会使天下人呢看穿他假把戏。这么一来呢，大家都有了他讨伐他的借口，所以他封汉献帝为山阳公。这汉献帝呢在河南住，那个时候后来呢还给当地老百姓又采药干什么的呢，反正活的呢还是挺舒服的。最后呢在他退位14年之后才算是去世，还算得以善终。说历史上这样的禅让就假禅让很多。你比方说西汉
末代的孺子婴禅让给篡位的王莽，包括晋武帝司马炎、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都是通过所谓的禅让制登上帝位的。所以咱们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的皇位传承是世袭制，不是，是世袭制跟禅让制交替进行，只不过世袭制是真的，禅让制是假的。你想来也可笑，表面上是各种温良恭俭让的禅让表演，实则是惊心动魄的征伐政变结果。为了最高权力争夺，各种势力血腥厮杀，刀刀见血，导致无数人头落地。可是在篡位夺权成功之后呢，还必须要进行一番禅让表演，以表示得位最正，万民归心。所以这些王朝的开国之君呢，把禅让制给玩到了极致。那么禅让制度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它可以分为外禅和内禅。外禅就是把这个皇位呢传给别的姓的，内禅呢是传给自己一个姓的，就传给自己家族的。咱们前面说把地位让给异姓之人就是外禅，历史上外禅大多数是被动且充满血腥，而相比之下呢，内禅大多数是主动的，就把帝王传给同姓之人啊，就我明明还活着呢，我不当皇帝了，传给自己家里人。那么内禅大多发生在皇朝内部，但如果你认为内禅是因为皇家举贤不避亲，说我不行了，让给更有能力自己家人，那你这想法就太天真了。我给大伙说一个内禅的典型的事儿。北宋末年的时候呢，咱都知道宋徽宗昏庸无道，北方大金逐渐强大起来，宋金联盟打败了大辽，大金全盘接受大辽土地，就成了大宋北方最大威胁。但这时候宋徽宗呢，一味纸醉金迷，写他的字画他的画，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这时候呢，不断壮大的这个大金呢，决定兴兵南下，夺取中原。这时候金兵呢分兵两路南下，约定在宋朝的京城开封会师。随后呢，金兵攻占燕京，东路军南下直逼开封。宋徽宗一听说金人南侵，特别是国土不断沦陷，城池不断丢失，直逼开封了，吓得都不行了。一听到这警报这宋徽宗觉都睡不好怎么办呢？他这一担心，整个宋军呢也自乱阵脚。这时候宋徽宗就想要东逃，让太子呢，就后来的宋钦宗留守汴京。但是外敌来袭，天子弃城而逃，传出去太难听了，而且京城只留太子镇守，你也说不过去。于是有大臣给宋徽宗出这么馊主意，说敌势猖獗，两河危机，太子聪明仁厚，不如把大位禅让给太子，以号令四方，令将士安心，以死汉敌，可保天下安逸。宋徽宗一琢磨，这行，反正我能保命就行，就决定禅让。第二天上朝，宋徽宗就亲自写下传位东宫4个字给东宫太子，让学士呢起草圣旨，把皇位呢传给自个儿的儿子，就宋钦宗。徽宗呢把太子招来见的时候，这宋钦宗见着徽宗哭着推辞，他不愿做皇位，他知道这时候不顶雷吗？可是徽宗没答应，没办法，这太子只好接受父亲禅让，登上皇位。这就历史上宋钦宗。那么匆匆禅让给太子之后呢，自称太上皇的宋徽宗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跑了，就可以撂挑子了。他带领一帮大臣往南跑了。你说他为了保命，什么责任担当、颜面尊严全都不要了。这就是一代帝王为了避免成为亡国之君，为了逃避后世骂名做出的这种选择。你说有这样皇帝，北宋不亡简直天理难容。等宋徽宗跑了之后呢，开封在这个太常少卿李纲的指挥下，李纲就岳飞的伯乐嘛，军民团结一心，拼死抵抗金人进攻，保住了东京汴梁。那金兵被李纲击退了之后呢，走了，一撤呢，宋徽宗厚颜无耻的又回来了，君臣又开始莺歌燕舞，纸醉金迷。没多长时间，金兵再次南下，这一次开封扛不住了，一代皇朝就此而灭。太上皇加上在位的宋钦宗，爷俩成了金兵俘虏，被弄到5个城坐井观天，这就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耻。所以说北宋之亡其实是亡在宋徽宗手里。那宋徽宗赵佶之所以肯禅让自己王位给儿子，主要是因为当时大宋在徽宗之下疲弱不堪，面临强大外患，宋徽宗知道控制不住局面，所以他主动让位，把这烂摊子扔出去，让自己儿子出来顶雷，收拾残局。就这种害怕成为亡国之君，为了逃跑而推卸责任就坑自己儿子的行为，这在中国历史上算是挺奇葩的。可是说奇葩，这种奇葩山上还有不少。你比如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王朝之后呢，他在位36年，
后来南宋的各种各样的内忧外患不断，收拾不了局面，赵构呢就以休养为借口，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养子。你虽然相对外禅而言呢，内禅比较温和，但内禅的理由并不比外禅高尚到哪儿去。说到底呢，还是帝王怕担负骂名，玩弄权术的一种手段。那咱们前面说的一些帝王呢，主动选择内禅呢，是因为他们无法控制朝中局面，害怕落个一世骂名，做出选择。还有些帝王呢，他主动选择内禅呢，只不过是摆一种政治姿态，他们想通过禅让呢，在历史上留一个效仿先贤的好名声。你比方说乾隆皇帝的禅位不擅权，就这个目的。一般皇帝都是临终之前呢才会放弃自己手中权力，而乾隆呢活了88，他在85岁的时候选择退位，把皇位禅让给自己儿子嘉庆。而乾隆在退位之后呢，又当了3年零4个月太上皇才死。这乾隆当是当太上皇，但依然把持朝政，拿着权力。嘉庆皇帝呢就是个傀儡。那么既然乾隆想把权力牢牢握在自己手里，他不把皇位让出来不就完了吗？干嘛非要让出来，搞个禅让，还有不放权力，这不多此一举呢？这里边那可是大有文章。首先呢，咱们说乾隆25岁登上皇位，下了一道圣旨，说自己在位的时间呢不会超过他爷爷康熙，因为康熙千古一帝，我得尊敬我爷爷。乾隆当时说这话有2个原因，第一个呢，他表示要尊敬康熙。尊敬康熙其实是巩固自己地位，这种做法呢，古时候皇帝经常使用，把老祖宗捧上天嘛。第二呢，也是最重要一点，乾隆当皇帝的时候已经25岁了，康熙在位61年，他不超过康熙，那就是说他可以在位60年。他一算呢，60年之后他都85了。在爱新觉罗家族历史上很少有活到85的，他估计他自个儿也活到85。所以说呢，说这么一句没有用的面子话也无所谓。哪知道乾隆是真能活，都85了，活得好好的。这乾隆原来说过的话金口玉牙，不好收场啊。所以呢，出让皇位呢就顺理成章了。这个呢只是乾隆决定禅让的第一个因素，还有一个更重要因素呢，乾隆皇帝想当完美皇帝，他想给自己博一个效法尧舜的青史美名。因为一说皇上，那都尧舜禹汤嘛。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呢，大清国最辉煌。虽然这段时期呢，主要得力于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积蓄，同时也遇到一段风调雨顺的好年头，并不主要是乾隆功劳。但乾隆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都是他功劳，他功绩超过历史上所有皇帝，比自个儿爷爷都强。于是乾隆自己号称实权老人。老人这个词儿在那个时代不一样，古代是老人政治，是老人说了算。不光是这个老人说了算，实权老人，这老人还实权实美。那你说乾隆把自己标榜成什么样了？不过乾隆虽然呢自视甚高，但却有一项伟大功绩未完成，就是对古代皇帝最高评价嘛，尧舜禹汤，行尧舜之道。什么是行尧舜之道呢？就是禅让。乾隆皇帝还没干过禅让这事儿，所以呢，他把皇位禅让给嘉庆，就把这个短板给补上了。所以他为了完成实权老人呢青史留名的最终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假禅让，就禅位不擅权。那这样的禅让制呢，就失去本来意义，成了古代帝王为求取名声而刻意玩弄权术，得了那么一块金字牌坊。所以今天给大伙说了禅让制度如何被后世玩坏的，我这列举3种玩法。这3种玩法呢，效法者呢不胜枚举。在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时候呢，有才有德的人能够被各部落共同推举作为首领，这还算真正的禅让制。到后世呢，就变成了1篡位弑君者的合法化外衣，2亡国之君合理避难的完美借口，3求名之主玩弄权术的最终目的。你看禅让制就这样被后世玩坏了，这恐怕是当初尧舜活着的时候万万没想到的。